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請訂閱頻道，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鹹魚飛升路透風波背後，李沁真的要變小透明了嗎？近年來，古裝仙俠劇依舊是影視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而王鶴棣、李沁主演的《鹹魚飛升》更是被貼上了反套路修仙無 CP 仙俠的標籤，引發廣泛關注。你提到自己看了路透之後，對李沁的表現和角色定位產生了擔憂。妙煙仙子的仙氣似乎不在，年齡感、表演力與王鶴棣的 CP 感，以及潛在被女二張雅欽搶戲的可能性，都讓你有透明化和邊緣化的擔心。這些觀點非常值得深入剖析。下面我從多個維度來展開分析這種擔憂是否合理，以及對這部劇最終成敗可能產生的影響。劇集背景與核心設定，反套路 vs 風險並存。首先，我們要理解鹹魚飛升的基本設定和它在市場中的獨特競爭力。該劇改編自晉江文學城同名小說，由仲觀暗度創作。劇本定位是無 CP 修仙，即不是傳統意義上靠男女主角戀情推動的仙俠劇。男主宋前基前世為修仙界第一人，卻在重生後選擇躺平、種田、曬太陽、過日子。劇集融合種田日常與舊世紛爭，既有輕鬆的田園氛圍，也有修仙世界的宏大責任。拍攝地點真實選景，劇組曾在方言影視城搭建仙俠小鎮，還輾轉至新疆取景，強調自然美學與真實人文。殺青特輯中透露，劇組強調守護平凡、探索生命的價值觀，以及人與人之間相互成就、相互托舉的群體情感。這些設定是本劇的一大賣點，也正是吸引觀眾的重要力量。但反套路無 CP 本身也蘊含風險，不塑造典型甜寵戀情，可能降低一部分觀眾的期待，而種田、慢節奏又可能讓節奏偏慢，缺乏戲劇張力。李沁與妙煙仙子形象變動與受關注焦點。你的擔憂集中在李沁飾演的妙煙仙子這一角色上，她曾是修真界第一美女，但從路透來看，顏值狀態、氣質和存在感似乎都不如預期。妙煙角色定位分析：妙煙是李沁飾演的前世白月光角色。根據官方資料，她是修真界第一美女。前世白月光這一設定意味着她在男主前世有重要分量，可能賦予她深厚感情連接或宿命感。從小說改編角度看，這類角色通常身兼美人、靈性仙氣高冷諸種屬性，對演員的外形、氣質與鏡頭表現力要求極高。路透與現實之間的落差。你提到李沁在路透中顯得疲憊，臉部巴掌大的感覺不再明顯，眼神沒有那種不食煙火的空靈感。這可能是因為拍攝量大、妝造頻繁、拍攝強度高等原因導致狀態波動。年齡感問題：李沁出生於1990年，在演繹仙女、美人這樣帶有青春靈動氣質的角色時，確實比年輕演員有一定視覺差，這在路透鏡頭裡可能被放大。妝造選擇：仙俠劇對妝造、光線要求極高。如果造型師或攝影燈光沒有把仙氣靈氣這一層處理得足夠輕盈，很容易使角色顯得沉重或人間煙火感強，從而喪失應有的視覺美感。所有這些落差確實可能讓部分粉絲或觀眾覺得李沁的妙煙仙氣不夠存在感弱，從而產生透明化焦慮。CP 感與年齡差，王鶴棣與李沁的搭配考量。你指出李沁與王鶴棣在 CP 感上存在問題，加上年齡差，這可能是你擔心兩人的組 CP 無法在劇中產生足夠化學感的根源。王鶴棣在近幾部劇中雖然人氣高、流量強，但 CP 感並非總是被觀眾廣泛認同。你說兩個都沒有 CP 感的人，很難想象播出之後畫面，這是一種合理的擔憂。
劇方在宣傳中並沒有強調王鶴棣李沁戀愛線，而是強調無 CP 設定。也就是說，兩人關係可能更多是宿命、感情連接或友情，而非典型的甜寵戀情。年齡差在影視配對中是一個敏感但並非決定性因素。如果劇本寫得好，導演把握得準，兩人仍然可以創造出契合感，但若處理不好，觀眾可能確實會覺得不搭。張雅青的存在與戲份爭議，潛在女二搶戲風險。你特別提到張雅青是一個強有力的競爭者。張雅青此前在古裝劇中表現不錯，《古相思曲》等作品獲得好評，這說明她有一定演技基礎。在劇情設定裡，何青青是從醜小鴨到白天鵝的逆襲角色，有自己的成長線和獨立故事線，這使得她不只是男主身邊的花瓶，而是有實質戲份，有潛力引起觀眾共鳴。你的擔心是張雅青可能比李沁更有戲，甚至壓過李沁。這種情況在粉絲和路人觀眾中都可能產生。事實上，觀眾對2號女配搶戲的敏感並不是空穴來風。在很多劇中，如果女二線編得足夠豐滿，反而會分流觀眾對女一的注意力。對於無 CP 設定來說，這種風險尤為突出。因為如果女二線情感線比女主強，觀眾可能更願意站隊女二。李沁以往角色經驗與表現，透視她的續航能力。你還提到李沁在過去一些劇中的表現不盡如人意，這加深了你對她此次表現的擔心。在《七夜雪》中，你覺得她支撐不住角色，很難撐起劇的氛圍和張力。在《慶餘年》第2季裡，李沁飾演婉兒。你認為她被多個女配掩蓋，沒有突出自己的特點。確實，婉兒這個角色如果演得不夠立體或者不夠有亮點，是很容易被邊緣化。這些經驗使得你對這次李沁出演妙煙的信心有所動搖。如果她過去力不起奇，這次演一個重要且具象徵意義的仙子，是否會重蹈覆轍？從客觀角度看，演員的狀態確實會隨着年齡、經驗、資源、劇本質量產生變化。李沁雖不是流量小花，但她在演技、角色選擇上確實有高低起伏。若遇到一個角色對氣質要求非常高，又有潛在爭議，她確實需要功能更強的制作團隊和精心打磨來支撐。輿論與粉絲生態雙重力量下的透明化焦慮。你提到王鶴棣粉絲天天盯着劇組，謹防劇組給其他配角加戲，以此來加強大男主戲份，這是一個很值得分析的角度。粉絲對偶像劇的參與度越來越高，他們不僅關注劇本和表演，也會監督路透、幕後配角戲份是否偏袒大男主。這種飯圈式劇粉參與，既可能給製作方壓力，也可能形成某種輿論綁架。如果粉絲過於強烈的要求保證王鶴棣為中心，反過來可能限制女主、女二的戲份設計，甚至影響劇本對女性角色的塑造。而另一方面，觀眾也在關注，如果李沁妙煙戲份過少或表演力不足，她真的能飛升成為劇中不可或缺的嗎？這種透明化焦慮不只是粉絲內部的問題，也可能擴散到更廣泛的討論中。此外，關於制作過程中演員路透的討論，也可能引發對劇組管理效率、演員狀態、妝造處理等方面的質疑。一旦這些質疑在播出前廣泛傳播，將可能影響觀眾的首批觀看意願。制作成本與市場考量，高期望下的雙刃劍。從媒體報道來看，這部劇制作並不簡單，拍攝週期壓縮為150天。開機照、殺青特輯都體現出制作方對美術、妝造、選景非常重視。實景搭建、田園仙峽小鎮、新疆取景等投入很大，這說明制作方希望在視覺品質上下功夫，以抵消某些慢節奏或小眾設定的風險。同時，市場預期很高。據報道，
這部劇在預熱階段就被視為暑期檔黑馬，其反內捲、種田逆襲的設定契合當下年輕人的價值觀傾向。但高投入和高期望是雙刃劍，如果收視點擊評分不達標，製作方和平台將面臨較大虧損壓力，而觀眾如果對主角、角色定位、劇情節奏不買賬，也很容易流失。李沁作為核心演員之一，其角色如果真的被邊緣化或透明化，可能削弱他對這部劇拉動關注的能力，從而影響整個劇集的口碑傳播。未來可能性與應對路徑。從你的擔憂出發，我們還可以思考幾種未來走向，以及劇組或演員可能採取的應對策略。後期剪輯與宣傳調整。劇組可以在後期剪輯中強化李沁妙煙的戲份，將她與男主的關鍵互動、宿命連結部分提升鏡頭比重。宣傳物料可以更有意地突出妙煙角色，讓觀眾在預熱期對她的關注度提升，緩解透明化的視覺錯覺。製作方還可以通過幕後特輯、演員訪談等形式，讓李沁談妙煙角色的心路歷程、拍攝體驗，從真人層面拉近與觀眾的距離。角色塑造與演員狀態，李沁可能需要更多對角色靈氣、仙氣層面的詮釋，在表演上注重眼神、肢體、語氣的輕盈感，以彌補年齡帶來的視覺差。如果劇中確實存在張雅青搶戲的空間，編劇可以平衡兩條女性線的發展，使女一和女二各具特色，而不是一方被壓制。劇組在妝造和燈光上需要更精細化處理妙煙的造型，讓她在鏡頭中保留必要的仙氣和靈性。輿論引導與粉絲溝通。面對粉絲對加戲份不平衡的擔憂，製作方可以更透明的回應，通過官方渠道公布幕後日記、殺青特輯，讓粉絲看到幕後真實情況。對於普通觀眾，宣傳可以強調劇不僅是大男主加種田加修仙，而是一個關於成長、守護、群體情感的宏大敘事，這樣可以吸引不單純追 CP 的觀眾。總結，你的擔憂有根有據，但不是必然。綜上所述，你關於李沁在《鹹魚飛升》中可能被透明化的擔憂，確實建立在合理且細緻的觀察之上。從妝造、年齡、狀態3方面分析，卻有路透落差。從 CP 感和角色定位來看，王鶴棣加李沁這一對並非傳統甜虐 CP， 化學感存在不確定性。張雅青作為女二，有足夠潛力分走觀眾目光，甚至有搶戲的可能。李沁過去的劇集經驗也加劇了你對她在此劇中承擔重責的懷疑。但是，這些問題並非不可破解。製作方、編劇、導演、宣傳團隊若能精心把握，仍有很大空間將妙煙塑造成一個有重量、有觀眾共鳴的角色。而李沁個人若能在表演上下功夫，也完全有可能逆轉透明化的命運。最終，這部劇的成敗，很大程度取決於後期剪輯、宣傳策略，以及觀眾對反套路仙俠無 CP 修仙設定的接受度。你現在的憂慮是理性的，也是很多有眼光觀眾的共同心聲。我們還要拭目以待播出後真正的劇集質量、觀眾反饋、口碑表現。